老板，我们聊聊。我吧，真的不知道，那篇稿子会对于你的融资造成那么大的影响。还有，你当时给我打电话，我正和我们领导开会呢，所以小薇她才融资已经黄了。我们离婚吧。怎么会搞得这么僵呢？以前呢，吵就吵吧，今天倒好，直接回家拎包就走了。临走前给我撂下一句话：离婚。唉，肯定是一时气话。你们俩在一起都多少年了？小米都多大了？你以为他真的想跟你离婚呢？行吧，这段时间呢，你就让他好好自己静一静，等将来找个时间再跟他好好谈谈。喝茶。啊，今天不好意思啊，大晚上的还让你跑一趟。嗨，说什么呢？咱们都是朋友。这个呢是咱们这个康养医院的效果图，这个是康养小镇的总体的一个空间结构。咱们讲究这个一心、两带、三合，还有多点。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葡萄康养小镇的总体的一个规划图。我的讲解完毕，请领导还有大家指正。来吧，咱们大家讨论讨论。这个规划设计石头村周边5个村庄，拆迁是个麻烦事儿，群众工作不好做。想法挺好，可是钱从哪儿来啊？就算这些问题都解决了，小镇建起来，游客从哪里来？这么大的规模，维持运营，每年也得不少钱呀。这样，资金的问题呢，已经解决了一部分。大体思路是这样：政府出资投一部分，主要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，水、电、路，以及咱们规划图上的主题公园和康养医院等；再由社会力量投一部分，主要是包括美食街区、艺术走廊、葡萄文化街区等等。咱们呢，让这些有机的板块啊，充分的结合起来，既可以统一推广宣传，又可以独立运营。独立运营啊？这是什么？不能落地。我来说两句吧啊。葡萄酒呢是咱们的优势基础产业，但是光有酒还不够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是因为酒它是一个物化的东西，可是葡萄酒背后却可以深度挖掘出许多的文化来。哎，这个时候酒就不单单是酒了，而是具有宁夏风土特色的文化。像咱们康养小镇，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建设起来的。它就是葡萄酒和康养的有机结合。未来我们还打算让葡萄酒和旅游、互联网、教育、科技等等各个领域进行深度的融合。只有这样，咱们葡萄酒产业才能够做大做强。我想，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设立我们局的初衷。这个有意思啊，我喜欢。光喜欢不行啊，我有任务要派给你们2位的。什么任务啊？因为小镇的建设呢，牵涉到拆迁安置的问题。一心啊，我想啊，让你在你们酒庄的工人里面帮我做一个调研，看看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样的，他们真正关心什么，需求什么，还有呢，就是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的。没问题，我回去就做。齐路啊，我得拜托你，看看能不能请老爷子出山。你看一下，那个里面呢还有一个艺术街区，我是想呢，能不能让老爷子把他贺兰山岩画的研究成果搬到这儿来？好，我回去转告老爷子，他一定很开心。
一星啊，你跟邱一涵的关系好像不错啊。对啊，她是我姐，怎么了？一涵姐，你跟不饶哥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怎么你们都知道了？是真的呀？什么事情闹得这么大，要闹到离婚啊？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不都好好的吗？而且小米也这么大了。我知道你要强，融资失败的事情你……我今天不太想说这事儿。对不起啊。可是你跟不饶哥……你能过来找我，这份心意姐心领了。但是这件事情，我主意已定，不用劝我了。对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那我们下次再聊。哎，坐吧。嗯。谢谢。想什么呢？就是在想一涵姐和不饶哥的事情。你怕他们两个不能和好啊？在我眼里，他们其实一直都挺好，就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感情这种事情，我就不懂了。我只懂酒。好酒呢，需要时间的沉淀，酸甜的平衡，才能酿成好的酒。也许他们像酒一样，他们需要平衡好生活中的各种坎坷、各种矛盾，才能相守到老吧。对我来说，酒就是要慢慢的品尝，慢慢的感受。刘星宇，快学！我希望欧阳一星孤独终老。你在喊什么？愿望说第二遍就不灵了，哈哈。齐路，完了，齐路孤独终老喽！欧阳一星要孤独终老喽，是不是？站住！真要离啊？离。你呢？爸，我没想离，只是心里憋屈。你嫌跟我在一起憋屈，那你就去找不憋屈的地方去啊。那就离吧。这样，你从我那儿搬出去，小米给我来带。爸，你把这办公室赶紧给我腾干净了，以后酒庄我自己管。啊，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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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邱国栋强硬的态度让两人幡然醒悟，最终结束了这场离婚闹剧。不错，你说老祖先留下的东西，让你这么一弄，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哈。您说，古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画画？哎呀，这个也说不上来。不过呀，爷爷啊，想讲讲你爸的故事。
爷爷您说，你爸爸小的时候啊，咱们石头村穷，没有电，没有自来水，条件好的人家呢点油灯，一般的家庭舍不得。有一天呢，你爷爷我回来的晚，就站在你爸的后边。我这么一看，你猜怎么着？您看见什么了？哼，你爸呀，把他看到贺兰山上的岩画，他就在院子里用一根棍全给画出来。我爸还会画画啊？我妈怎么没跟我说过呢？哎呀，这也是你妈妈的伤心事儿。你妈妈人家是大上海来到咱们这儿的，你爸爸要没有两把刷子，你妈能看得上他？哎呀，当初留下来，这一呢是你欧阳叔叔和你邱伯伯拉着你爸开砂石场，二呢是你爸爸他舍不得贺兰山上的岩画。话说到底，这才是你爸留下的根本原因。哎呀，都说这贺兰山岩画有价值，很重要。那个时候家穷，国家也穷，每年的7月到9月是贺兰山山洪多发期，这个岩画啊，随时都会被山洪损毁，再加上风化脱落、裂隙侵蚀等等问题。可是你爸呢，他是个要强的人，他说了，他要挣钱，他要挣很多很多的钱。要请最好的专家，最好的技术手段，把贺兰山的岩画全都保护起来。说到这儿，你妈，她也是个要强的人，她承受了女人难以承受的困难，陪着你爸。哎，你都看啊，你刚才这个点彩的这幅画，它叫《泪人手》，你看它的形似，像不像人头啊？啊，其实呢叫太阳神图腾。这个说来也怪了，咱们中国人呢有鱼虫鸟兽，偏偏对头顶上的太阳却视而不见，所以呢，太阳神岩画就显得弥足珍贵了。好啊，谢老您看啊，这证明啊，咱们做工厂酒，做普通老百姓喝得起的葡萄酒。走平民化路线这条路上是对的呀，这还得是你力排众议呀。我是这么想的呀。这第一呢，咱们不能跟产区里的民营酒庄抢饭吃啊。民营酒庄规模小好掉头，可以不断创新，个性张扬。我们呢，规模大，人又多，张扬个性啊，那就会乱了套。标准化对咱们来说呀，是最合适不过了。这第二啊，我们是国有企业呀，得带着周边的群众一块玩啊，这才是咱们发展产业的根本目的。所以，我们不必太过于追求精细化作业，像民营酒庄那么搞啊，行不通。但是，我们可以建立一套自己的标准。哎，这个我赞同啊。咱们啊，这叫保基本、保量，但不等于固步自封、放弃创新。相反啊，咱们应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，比如酿造设备，比如化验技术，比如废渣再利用技术的研发等等。这些事情啊，民营酒庄做不了，但是啊，我们可以。说的太好了啊，知我者，谢老爷。谢老，我有个想法啊，我想把这次的利润啊，拿出一部分来给周边的群众呀分一次红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啊，这是头一年获得收益，应该的。让大伙儿看看，咱们说话是算数的。对。哎，我觉得啊，可以邀请秦局长一块儿参加，号召群众种葡萄这事儿啊。最初可是他发起的，对，别人不来可以，他必须得来，这事我知道。为了这事儿啊，差点丢了乌纱帽呢。来，这边看看。你怎么看钱局长提的康阳小镇的方案？我觉得挺好啊。这个康阳小镇建起来之后呢，会全面整合葡萄酒的衍生行业，包括旅游啊、民宿啊、酿造体验等等，都会有秩序的发展起来。那产业多了，用工问题就会增加，老百姓的就业问题就可以解决。而且秦局长还说啊，
这个呢是政府的重点项目，以后在商户和资金方面肯定会有大力的扶持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葡萄酒产业就会越来越好。看得挺明白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加入的意向？当然要加入了，只不过以什么样的形式加入，我现在还没有想好。那就不急了。你想，钱局长那边肯定刚开始实施，咱们还有的是时间。我相信，慢慢的找，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切入点，让咱们的酒庄更上一层楼。一星，嚯，你跑什么呀？不着急，你们干嘛谈工作了？对呀。哎呀，我真是服了你们两个了啊！句句不离工作，数年如一日啊！不是，我就没有见过你们这么谈恋爱的。去，瞎说什么呢？谁谈恋爱了？哎，行了行了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你，走。过来开啥会嘛？人都忙忙的，开会。哎，大家听我说，你们担忧呢，我能理解。这些情况啊，政府已经有考虑了，也有对策。我秦鹤鸣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我们的承诺一定会兑现。哎呀，谁信了嘛？秦局长，你说我们种了多少年葡萄了啊，一点回头钱都没看着，现在又让我们大伙搬家，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啊？这不欺负我们老百姓啊？哎，大家不要着急啊！豆腐花，我记得你的那个做豆腐的手艺是祖传的，是吧？啊，是啊，怎么了？等这个康阳小镇啊开起来之后，你可以把你的豆腐坊啊就开在里边。你要是愿意，你可以弄一个豆腐主题的农家乐，我敢保证你挣的比现在多。这豆腐还有主题了，谁信呢？再说卖豆腐能挣几个钱？咱们拭目以待啊！刚才你也提到了说种葡萄分红的事是吧？我来之前啊跟魏厂长已经沟通过了，明天就分红，我说到做到啊！啊，真的假的？分享。爸，哎，接着。哎，老爸，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呀？今天刚好老爸有空，我想着接上你，咱们去接妈妈，在外面吃饭怎么样啊？呀，看来跟我妈妈和好了呀。说是不是给我妈妈的糖衣炮弹呀？个机灵鬼，嘿嘿，什么都懂。也不看看我是谁的闺女。行了，别臭贫了，赶紧上车吧你。走。小米啊，是不是马上要模拟考试了？哎呀，老爸，你能不能不要在我心情愉悦的时候跟我聊这么沉重的话题呀？小米，不是爸爸给你压力啊，我当然希望你能快乐的成长。但是你现在是个学生，这学生的首要任务呢，当然是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。爸爸知道个人有个命，我不奢望你能像秦瑶一样啊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在中考前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，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。咱们也冲一把啊！不管结果怎么样，起码爸爸妈妈也知道你努力过了。行，老爸，我尽力吧。你来找我求助，这回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，你们俩必须得帮我。能不能说人话？怎么了？你们也知道，我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葡萄酒经销商了，现在好不容易算是小有成绩吧。啊，等等，你的销售业务已经占领了北上广深几个重大的城市，而且还在扩大范围。就你这样还叫小有成绩？安总，你的心是比天还高啊！我现在就是因为扩张的太厉害了，所以资金方面出了一点小问题。南哥，你在跟我说你缺钱吗？我缺钱很奇怪吗？奇怪，不是，我就是因为把钱都压在那货款上了，
现在这么多的经销店要运营，这么多的人工要发工资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们家这么大的对外贸易公司，你每年光是利润分红就得好多钱吧？你到底要扩张多少店面？怎么会有经济危机呢？什么叫我们家这么大的贸易公？我除了一开始那家店是拿了家里的钱开的，后面没拿家里一分钱，好吧？哦，我以为你那些经销店都是什么？都是跟家里拿的钱。那我还有脸来找你们吗？之所以来找你们，也是因为不想让家里知道。你们是不知道我妈有多希望我失败，赶紧回去继承家业。但是我就是不甘心，凭什么呀？大家都是年轻人，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啊？你们就说正题，你缺多少钱，我给你。我不要钱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这个绕了一大圈子，你要什么呀？我想跟你们拿一批葡萄酒，因为我现在有几个客户都需要葡萄酒。我想的是赶紧给他们出货，这样我就可以拿到钱。我拿到钱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。货款的话，不能提前给你们。听明白了，就是先拿酒后付款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就这点事儿。这不算事儿吗？这算事儿吗？我进来啦，小米。离你中招没剩几个月了啊！从今天开始，各科作业写完之后呢，再加上这些卷子。不是妈，我这作业已经够多了，你再加上这些，我得写到几点啊？我还睡不睡觉啊？不是张小米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是睡觉重要还是考学重要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？你把卷子放着吧，我找时间做。不是找时间做啊，是必须得做。不行，就你爸那个性子，肯定惯着你。到你考试了，你也写不了几张卷子。从今天开始，我陪着你。不是妈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间开始关心我学习了？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有安排，你卷子放在这儿，人可以走了。张小米，但凡你这几年对学习上点心，用得着我现在这么看着你吗？那但凡这些年你多看着点我学习，我学习能这样吗？你干什么去？我找秦瑶去，这题你能看得懂啊？又怎么了？哪道题不会？秦瑶，你说不好好学习、不好好考试的人就一定是废物吗？不好好学习的人呢，不一定是废物，但学习能增长我们的知识，拓宽我们的视野。再说了，我们是学生，不学习干什么？就是不想学习，看见我妈那样，我更不想学习了。阿姨也是为了你的未来着想，你们有什么可以好好聊一聊。聊什么？我跟他有什么好聊的？我要是能聊明白，我能来你们家避难吗？再说了，他都认定我是废物了，我还好好学习干什么？小敏，不至于，哪有人会觉得自己的亲生孩子是废物？我觉得是你跟阿姨的沟通有问题。我要不要把汤再热热呀？热什么热？你知道他几点回来啊？都是给惯的。今天我真的我就只说了他2句，他门一甩，叼着书包就跑了，跟我说什么去秦瑶家写作业，那是写作业吗？那就是看见我烦。行，都烦我。媳妇儿，你别生气啊！你呢，听我一句劝，你这脾气啊，真的要改一改了。你们2个人不能好好说吗？你本来就是个火爆脾气，张小米呢，现在是叛逆期，你老这么硬碰硬的，他啥问题也解决不了。真的，我不想跟他硬碰硬。那你脾气好呀？那他
为什么不跟你好好学呢？嗨，说的啥话？啥叫给我好好学呀？张小米现在是个大孩子，他有自尊心的。我真的担心你再这样强势下去，你们俩这个母女关系呀，恐怕要变仇人了。我也不想那么强势，我现在但凡跟他说一句话，他就跟我顶起来。你说说，我每天酒庄那么忙，我要不是为了他的将来，我至于在这儿跟他生气吗？哎，小米，吃饭。妈妈今天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，你要不要？吃过了。你看，看见了吧？就这个脾气，你说说能不让人上火吗？师傅，你这是打算开始卖国产酒啊？其实啊，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了。你看啊，咱们以前一直推法国的名庄酒，中国人呢对外国的葡萄酒观念上也根深蒂固。既然现在我们要推我们国内自己的酒，我觉得咱不着急，踏踏实实的把营销方案做好，跟你汪叔好好研究一下，搭配出酒和餐的最完美的搭配。这样咱们一经推出，顾客的接受度会很高。要做，咱们就做到最好，否则不如不做。师傅，你这是被齐鲁说服了呀？其实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被宁夏葡萄酒人深深地感动着。他们几十年如一日，酿造出了这么好品质的酒。咱们作为葡萄酒界的人，难道不应该为我们的祖国、为家乡做点事情吗？师傅就是师傅，站位就是高。少跟我皮。北山，你儿子说要在你倒下的地方种下新的希望，他做到了，你高兴吗？洋洋，抓紧时间收拾一下了啊，要出发了。爸爸今天送你去学校。真的？嗯。那我今天不用挤公交了。哎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办公室。瑶瑶，对不起。行了，我去挤公交了。瑶瑶，爸爸今天一定要送你一回。小米，老爸让你再多睡5分钟，就5分钟啊，好不好？你好好说，别发火。小米，时间不早了，该起床了啊！哎，这么说好的，淡定，淡定。你请，你请啊！大家先别着急啊，秦局长答应给大家的钱一定会兑现的。而且啊，建这个康阳小镇呢，最关键的也是希望我们今后的生活可以越过越好。你说艺兴，他能不着急吗？你怎么还能替别人说话呢？
说秦局长自己红口白牙答应我们的，说今天分钱，这眼看着就要到中午，这全村人都等着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说我们种这么多年葡萄，一点回头钱看不着，还要拿我们的钱去整什么小镇？康阳小镇。对，你说得整那康阳小镇，你看我们大伙儿啊，这都拖家带口的，那日子也得过呀。是啊，星星，你这大饼是一个接着一个花，都搁天上挂着呢。你说够也够不见，是吃也吃不着。你说俺们百姓图个啥？不就是图个温饱，图个实惠吗？行，我理解，我明白。这样，我现在就给秦局长打电话，问问他是怎么回事，然后给你们一个交代，好不好？啊，打，我们等你啊。秦局长，我是艺兴啊。行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来跟他们说。秦局长说了，下午3点钟到村头的小广场集合，他会给你们一个准信儿。就这样，3点。给咱们个信儿，那去呗，听听咋说。那咱们早点过去。行，好，小梅，等会你妈妈出来，跟妈妈好好说话啊。来，喝个粥。小米，昨天晚上呢，你爸呢也已经批评我了。我知道，有些时候我态度不好。妈妈呢，给你承认错误，以后我尽量改正。是这样啊，你看，妈妈也知道。就你现在这个学习成绩呀，要想自己考上省重点，那几乎不可能嘛，对吧？不是，是有一些难度，所以呢，昨天晚上爸爸妈妈呢给你想了2种解决办法，你听一听，看一看，可不可行？什么办法？第一种办法呢，就是出国留学。你想想啊，你现在才15岁，正是学习语言的好时候。那你换一个学习环境，也许你就会变得不一样，对吧？你从小到大就没怎么管过我，你现在还要让我出国呗？什么叫我不管你啊？我不管你，我能那么着急的给你想办法吗？好好说。啊，吃吧。那这样，你既然不愿意出国，那我们就说说第2种方案，好吧？那你真的就要自己下点苦功夫，好好的复习了。只要你认真了，那妈妈就去找关系，我想尽一切办法，我就是硬塞，我也把你塞进省重点，好不好？省重点，省重点，你心里就只有省重点。什么叫我心里只有省重点？我是为了你的将来，好不好？说是为了我的将来，你不就是怕我考一个不好的学校，给您老人家丢脸吗？张小米，我要嫌你丢脸，我早就不管你了。你管我？你凭什么管我呀？凭什么？凭我是你妈，吃我的，喝我的，穿我的，任听我的。那我问你，上学是我爸接我的，生病是我爸陪着我的，这2过生日都是我妈一个人陪我过的。我过生日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除了回来吼我2句，你还会干什么？你到我们班级给我开过1次家长会吗？我们班班主任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我妈是谁。你现在来管我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我从小到大有妈跟没妈没有任何区别。张小米过分了！张小米，小米，站住！各位支书，各位支书啊，各位支书，我拜托大家回去之后呢，一定要做好群众的解释工作，好不好？秦局长，上回这事儿吧，虽然是误会，但是康阳小镇呢，已经在规划之中。
大家还是担心。这祖祖辈辈都住在贺兰山下，突然要搬，故土难离呀！啊？对嘛？是啊。哎，我有一个提议，这个康阳小镇呢，咱们大家一起来设计，每个人都是这个小镇的设计师。秦局长，这什么意思？是啊，闻所未闻呐。大家放心吧，总之呢，就一句话，绝对不搞大拆大建。不拆，也不建。那这康阳小镇怎么建起来了？那咱们就因地制宜嘛，融入自己的人文历史，就地改造，政府提供资金支持，改善基础设施，完善配套。咱们就拿石头村来打个比方吧，石头村最出名的就是贺兰山的岩画，那咱们就搞岩画嘛，可以搞一个什么岩画主题的旅游纪念品，岩画主题的墙画，岩画故事演出等等，这都可以嘛。这样好呀，秦局长，这样一来，房子照样住，葡萄照样种，生活水平还上去了。对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各位支书啊，初步的实施方案呢，我相信各位已经很清楚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分头行动，回去之后先开一个会，广泛的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，那咱们散会。好。拜托了，拜托了啊，拜托了啊！哎。齐路，齐路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也来了？安南叫我来的。我也是。你也来找人啊？找人？对啊，他说他客户的孩子在这儿丢了，让我帮他找一找。你不是来找人的吗？安南和我说，客户带着我们的酒来这儿玩，然后发现酒有问题，发火了，让我来处理。别打了，我给他打过，没人接。这个安南，我看他生意还是不着急，钱呢？那批酒啊就不应该轻易。同意，回去就跟酒庄说压他2天。别，我随便说说，酒还是给他了。啊？给我的吗？啊。现在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你们面前，若你们不珍惜，将会后悔莫及。如今，请把握住上天给予的这次机会，对你旁边的他深情地说：“我爱你。”写的什么？啊？那个没什么。南瓜请我们来玩。行吧，那就不要辜负他好意了。走。走。秦局，魏厂长那边来电话说，请您去一趟一厂。说什么事儿了吗？说是有重大发现。这个老魏又开始卖关子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抓紧时间把你手头工作安排一下，下午去石头村冯一块去。好，咱们给他来一个呀，城门立木。哇哦，生日快乐，小米！哎，你许了个什么样的愿望？我希望我下次生日的时候，我妈能来陪我。
哎，喂，秦局长，我是邱一涵，我想问问小米有没有去找你们家秦瑶啊？小米啊，没有啊，怎么了？秦局长是这样的，早上这孩子呢跟一涵拌了2句嘴，本以为这孩子就是闹脾气，结果他没想到他就离家出走了。我们已经找了很多地方了，都没有找到他呀。你们先别着急啊。这样吧，你们去小米啊常去的地方看看。我马上去石头村，一会儿让瑶瑶去他们常去的地方找一下，有消息随时打电话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啊。这家里面出现矛盾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嘛。现在当下首要的问题是找到张小米。可是我们找了那么久了，你说这孩子他到底在哪儿？你平时陪他去过什么地方？陪他去过。游乐场。夜空，流星划过美丽的虹，银河里星星点缀苍穹，我在凝望茫茫天幕心动，思念随着你的脚步升空，曾经彩霞飘动万里晴空，阳光唤醒了春天的梦，山川大地变得郁郁葱葱，眼前处处都是风情万种，仰望神秘的星空，爱恋故乡繁华不再懵懂，心儿飞向那多彩的世界，在黄河古道边寻梦逐梦，寻觅往事的行踪，美丽的梦还留在记忆中，心儿飞向那灿烂的天空，我要为你献上岛上